我想先请你静下来，认真想一件事，是不是这几年你常常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明明生活没有什么大改变，身体却一年比一年差一点点。晚上躺在床上很累，但就是睡不沉，半夜醒来翻个身又醒一次，早上起来不是精神变好，而是更累。走路的时候脚没有以前那么弯，站久一点腰背膝盖就开始抗议，衣服没有吃比较多，肚子却慢慢出现。这时候大多数人只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年纪到了啦，正常。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句很重要也很关键的话，这些状况几乎都不是突然老化造成的，而是你每天在做的一个习惯，长时间累积的结果。问题在于这个习惯太日常了，日常到你完全不会觉得它有问题，你甚至会觉得大家不都这样吗？也正因为这样，它才会悄悄地影响你的睡眠、骨头还有代谢。等你真的感觉不对劲时，往往已经累积了好几年。今天这支影片，我不会用专业名词吓你，也不是要你立刻做什么困难的改变，我只想陪你一起把这个被我们忽略很久的关键慢慢讲清楚，先破迷思。不是年纪害你，是生活方式在累积。我们这一代的人很习惯忍，哪里不舒服先忍一下，精神不好想说睡一晚就好，体力差了就怪自己不够撑。因为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的是老了本来就会退化，不要太计较身体的小毛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身边真的有些人年纪比你大，却睡得不错，走得稳，精神还可以。这代表什么？代表身体不是照着年龄表在坏掉的，身体比较像是一台机器，每天怎么用，用多久，怎么保养，才是决定它状态的关键。很多状况不是你某一年突然做错什么，而是很多年来每天做一点点，慢慢累积出来的结果。而今天要谈的这个习惯，就是那种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很伤的类型。真正的问题习惯是什么？我现在直接讲答案，不卖关子。长时间久坐，活动量严重不足。你可能会立刻反驳我没有整天躺着，我只是坐着看电视、聊天、滑手机，这样也算有问题吗？我要跟你说一句实话，对身体来说，坐很久其实跟没用它差不多。当你长时间坐着，肌肉几乎没有出力，骨头没有承重刺激，血液循环变慢，整个身体就会进入一种低耗能模式。这个模式一开始你不会有感觉，但它会慢慢影响所有系统，睡眠系统、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会因为用得太少，开始降低运作效率。久坐为什么最先影响睡眠？很多人睡不好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想太多，是不是压力太大？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你白天根本没怎么动，身体又怎么知道晚上该休息？身体的节奏其实很单纯，白天有消耗，晚上才会修复。如果你一整天坐着，该累的地方没累到，神经该切换的时候也没切换成功，晚上自然就会睡得浅，醒得多。久了之后就会变成一种很折磨人的状态，不是真的失眠，却永远睡不饱。骨头为什么会被一起拖垮？再来讲骨头，很多人一提到骨头就想到补钙，但我想请你记住一句话，骨头不是靠补，是靠用。走路、站立、承重都是在告诉骨头你还需要保持强度。久坐等于每天都在跟骨头说你可以不用那么强。时间一久，骨密度自然慢慢下降，这不是突然，是长期结果。代谢变差其实不是你懒，很多人一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受，肚子越来越大，第一个反应就是怪自己，怪自己是不是吃太多，动太少，意志力不够。但我想请你先停一下，冷静想一件事，如果你真的像自己想的那么懒，那么不努力，那你以前怎么做得到？
怎么会以前随便走一走就瘦，现在却怎么都没用？其实，问题不在你这个人，而在于身体的代谢引擎早就慢慢被关掉了。肌肉本来就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代谢工厂，你站着、走着、出力的时候，肌肉就在帮你消耗能量、稳定血糖、维持体温。可是久坐等于每天都在跟身体说一句话：今天不用开工。一开始只是少动一点，接着肌肉变得越来越不活跃，代谢速度自然慢下来。这时候就算你吃的不多，身体还是会选择把能量存起来，因为它已经习惯低消耗模式。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很挫折的事：吃一样的东西，以前没事，现在却很有事。这不是你退化，而是身体早就被训练成省电模式，而你却一直用以前的方法要求它。这个习惯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伤身，而是你不会立刻知道久坐这个习惯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它会立刻让你不舒服，而是它让你慢慢适应不舒服。你不会因为今天坐一整天，明天就生病，你只会觉得今天有点累，明天有点懒，后天好像更不想动。久而久之，你会把这些感觉当成正常。睡不好觉得是年纪，走不远觉得是体力，腰酸背痛觉得大家都这样。但其实这些都是身体在用很小声的方式提醒你。最麻烦的是，一旦你习惯了低活动的生活，身体就会把不动当成安全状态。这时候你突然想要改变，反而会觉得更累更不舒服。不是因为你做错，而是身体已经忘记怎么被使用。所以很多人会卡在一个状态，明明知道要动，却不知道为什么一动就累，最后干脆放弃。其实不是你不行，是你太久没有循序渐进地把身体叫回来。怎么改善？真的不用拼命，而是慢慢把身体找回来。我一定要再强调一次，你完全不需要突然开始激烈运动，因为对长期久坐的身体来说，激烈运动反而容易受伤，容易放弃。真正该做的是把动重新放回生活里。你可以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例如做30分钟就站起来1到2分钟，看电视时不要整集做完，讲电话的时候试着站着讲，饭后先走一小圈再回去做。这些动作看起来很小，但对身体来说都是在重新建立一件事。我还在被使用。当身体慢慢找回这个感觉，你会发现一些变化开始出现。晚上比较容易累，入睡速度变快，早上起来不那么沉，走路比较稳，精神比较好。这些改变不是奇迹，而是身体终于有机会恢复原本的节奏。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也不需要急着看到成果，你只要记住一句话：每天比昨天多动一点点就够了。如果你看到这里，心里有一点被说中，那代表你真的在意自己的身体。你可以在留言区留一句：我会开始少做一点。也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关心的人。如果你希望我继续用这种不吓人、真正陪伴的方式陪你把身体顾好，记得按赞、订阅健康笔记赞。我们下一支影片再一起慢慢变好。